劝告，身体发出5个异常，要当心卵巢癌，伴发越多越要早就医。张女士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月经不调，她起初以为是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熬夜频繁导致的，就也没有太在意。但直到上个月，张女士开始出现腹胀的症状，小腹也偶尔疼痛，这让张女士隐感不妙。但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就也没有过于重视，以为过段时间也就会好起来。又过了2个星期，这种症状还是没有消失，甚至开始出现小腿严重浮肿。张女士终于忍受不了剧烈疼痛，决定请假去医院进行检查。医生听了张女士的症状描述后，怀疑是子宫或卵巢问题，于是让她去做一个 B 超和腹部 CT， 结果显示张女士卵巢部位有肿瘤状异物，被确诊为卵巢癌。医生表示，很不幸，由于张女士早期未能重视，没有及时检查治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癌症已经发展为晚期，最多活不过5年。张女士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当身体出现异常状况，这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报，一定要多加重视，及时检查，将疾病扼杀在摇篮之内。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医生就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卵巢癌在发展前期给身体的暗示。不过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卵巢癌。1. 沉默的杀手，卵巢癌。卵巢癌又被称为沉默的杀手，这是因为卵巢癌通常难以发现，等患者注意到在就医时，通常疾病已经发展至晚期。卵巢位于盆腔深处部位，在进行其他疾病检查时，也很难察觉到卵巢部位的异常状况，再加上卵巢癌在早期并无明显症状，很难引起患者注意，只有在肿瘤长大后才能被发现，但此时却早已错过了治疗最佳时间。尤其是以下几类人员一定要多加关注此疾病。首先是 BRCA 基因突变携带者。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 BRCA 基因突变携带者发生卵巢癌变的风险高达 54%， 而且相较于一般人发病年龄48岁，平均发病年龄更早，在40岁左右。因此，若本身有家族遗传性卵巢疾病的患者，更应该多加注意。另外，雌性激素分泌过多也可能导致卵巢的癌变。雌性激素是促进生殖功能运转的重要激素，若雌性激素过多，会对卵巢造成刺激，导致卵巢出现异常，免疫功能由此下降。一旦此时再有细菌感染，很有可能引发卵巢病变。如果这一炎症刺激没有及时干预，不排除发生癌变的可能。除此之外，终身未育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是已育女性的2倍。这是因为已育女性在怀孕时月经终止，这期间卵巢会有一个休息过渡期，月经来的时候都需要经过卵巢产生卵子并排出。每次月经期，卵巢都会出现一个破口进行排卵，而未育女性每个月都会来月经，会对损伤频繁造成刺激，这样反反复复就可能导致卵巢癌。卵巢癌在妇科癌症中发病率位列第3，死亡率位居第1。通常早期患者5年治愈率可达近 70%， 而晚期患者治愈率却不足 5%。因此，早发现早治疗是将患者从死亡线拉回的唯一办法。那么，卵巢癌早期会对身体进行提醒吗？哪些警报会暗示卵巢癌呢？下面医生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下卵巢癌的为身体发出的信号。2. 这5个警报暗示卵巢癌，伴发越多越要尽早检查。1. 月经失调。月经失调能够提醒很多内容，毕竟影响因素很多。其中卵巢癌变的常见症状之一就是月经失调。月经是由于雌性激素刺激，子宫内膜脱落导致的，而卵巢是刺激雌性激素分泌的重要部位。若卵巢出现病变，就会导致雌性激素分泌紊乱，从而就会出现月经失调的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闭经，这是卵巢癌少有的早期症状，患者应该多加重视，加以防范。2. 尿频、尿急。出现这一症状，大多数可能是泌尿系统发生感染了，但是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和膀胱相距不远的卵巢发生病变。卵巢位于子宫两侧部位，而子宫位于盆腔正中央。
子宫前面就是膀胱，当卵巢出现肿瘤时，会导致盆腔空间缩小，对盆腔内的器官产生压迫。当累积到膀胱时，就会导致膀胱容量减小，膀胱内尿液无法充分贮存，从而导致尿频、尿急的症状出现。另外，对于卵巢癌晚期已经出现癌细胞扩散的患者来说，若癌细胞扩散至尿道附近，就会导致尿道周围出现囊肿，会刺激患者的尿道，从而也会导致患者频繁排尿。3. 小腹疼痛。首先，早期卵巢癌患者出现小腹疼痛的原因，一般是因为随着卵巢肿瘤的增大，会对盆腔内其他器官造成压迫，从而因挤压产生疼痛感。这种疼痛表现为持续时间内的疼痛，此时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即将转移或扩散，若不及时重视，病情可能将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因此，若出现疼痛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另外，若患者出现放射性疼痛，也就是身体其他不同部位接连产生疼痛，而且痛感是一阵一阵的，这时考虑为卵巢癌可能已经出现了扩散。当扩散至其他器官，便会导致其他不同部位的疼痛。4. 腹胀。一般情况下，卵巢癌患者出现腹胀症状都是由于肿瘤体积的增大导致的。当卵巢肿瘤增大时，便会对盆腔产生挤压，从而出现腹腔酸胀的情况。另一方面，腹胀也可能是腹腔积液导致的。当肿瘤压迫至血管和淋巴管时，可能会导致血液流通不畅，从而导致组织外液积聚在腹腔内，造成腹腔积液，从而对腹腔产生压力，诱发腹胀。腹胀多会并联导致患者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的现象。此外，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胃部，也同样会导致腹腔积液、腹部胀气。一般这种情况多为晚期，已经达到难以治疗的地步。5. 身体水肿。一般情况下，卵巢癌患者出现腹胀，可能就意味着患者卵巢癌已经达到晚期。卵巢癌晚期浮肿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这是因为随着卵巢肿瘤的不断增长，肿瘤会对静脉以及淋巴血管造成压迫，导致血液和淋巴液回流受阻，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引起体液积聚，造成腹腔积液。当积液过于严重时，就可能会扩散到其他部位，导致水肿。而且若积液扩散至肾脏部位，肾脏由于积液导致组织受损，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代谢功能，水分也会大量积聚，从而加剧身体浮肿。这些伴发症状通常很难让人联想到卵巢癌，因此更应该多加重视，并发症越多越应该尽早检查，等发展到晚期就迟了。我们知道卵巢癌晚期治愈率极低，几乎给病人判了死刑，这让很多患者都很绝望。但是，一项研究发现，或许将为卵巢癌晚期治疗带来新的转机。3. 研究发现，根治卵巢癌或将迎来新转机。美国莱斯大学生物工程师曾在著名期刊《先进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用于腹膜内肿瘤根除的临床细胞因子递送通道》的研究论文，这为卵巢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了一线生机。该研究表明，使用针头大小的可植入药物递送通道，持续向肿瘤提供高剂量白细胞介素2，一种可以激活白细胞活性，使其消除癌细胞的化合物，在6天内成功根除了小鼠体内的晚期卵巢癌。试验使用的药物递送通道可以通过微创手术进行植入，先将每个通道里都植入可持续分泌白细胞介素2的细胞，使这些细胞被保护壳包围，免受外界刺激攻击。将这些细胞植入通道后，再将其送入肿瘤处和腹膜内。腹膜是一种可以支持卵巢器官的囊状内膜，这样就可以保证白细胞分泌介素2只在肿瘤附近发挥作用，以免伤及其他器官。这样的话，只需要进行一次微创手术，就可以使身体源源不断的生产白细胞介素2，直到肿瘤细胞消失。不需要过程很复杂，只需根据肿瘤的发展程度及体积大小控制药物递送通道的植入量即可，这将为临床上卵巢的治疗提供更大的便捷。研究人员称，这种细胞通道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减小对身体造成的损伤。若将这些白细胞介素2直接通过静脉进行注射，可能会对身体各处都产生毒性，
导致活性被激活后的白细胞对身体正常细胞进行错误的无差别攻击，引发过度免疫。研究人员为了进行对比，在远离肿瘤部位的身体其他部位进行了白细胞介素浓度检测，检测浓度远远低于患者在接受静脉注射治疗时承受的浓度。由此可见，细胞递送通道的研发对患者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细胞通道恰好在保证便捷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免疫作用的特异性，保障了对于肿瘤的精准打击。值得欣喜的是，不只是卵巢癌，研究人员在其他癌症进行的试验也表明其可行性，这将为癌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仅在动物实验中证明了其可行性，临床研究和治疗中还未投入使用，不过已经有了初步使用计划。相信在临床试验证实后，将会为卵巢癌患者的治愈带来新的可能。写在最后，沉默的杀手，卵巢癌通常难以发现，等患者注意到在就医时，通常疾病已经发展至晚期。导致卵巢癌的因素通常有遗传因素、雌性激素长期分泌紊乱等。同时，未育女性比已育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更高。出现卵巢癌时，身体常常会发出警报，暗示患者。一般情况下有5种，分别是月经不调、腹胀、身体水肿、小腹疼痛、尿频、尿急等。伴发症状出现的越多，越应该加以重视。虽然卵巢癌致死率较高，但目前已有研究团队研究出其根治的方法——细胞递送通道。虽然该方法在临床还未投入使用，不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为卵巢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